哎呀妈，我真是对不起大家，我真是对不起你们。刚才有个名场面，我没带手机，没录着。就来自铁岭的我儿子，今天就别叫拿铁了，叫老铁吧，在楼下用东北话狂撩台湾小哥哥，给小哥吓跑了。我刚才推着拿铁在楼下溜达，他就坐在那小车里头，迎面走来一个小男孩，3岁，妈妈领着。人家那小男孩呢，一看就非常害羞，俺家拿铁呢，手往那个车前面那小板上一杵，哎，然后人家这妈妈一听就是台湾口音，因为人妈妈是这么说的。Kevin 干嘛不打招呼？要讲礼貌哦。这是弟弟，这是狗狗。然后那可怜的社恐小凯文就看了一眼弟弟，看了一眼狗狗，就感觉这很机车哎，我干嘛要和陌生人打招呼？所以这局面有点尴尬了。这时候拿铁呢，手往那婴儿车前面那小挡板上一杵，冲着3岁的台湾小男孩，哥，哎呦我的妈！给小凯文当时听愣那儿了。这个小老弟该不会是传说中的社牛吧？然后凯文妈妈说：“弟弟在跟你讲话哎，你也要讲啊，凯文。”这样就让凯文很有压迫感，就一着急一转身跑了。然后我的拿铁看着人家小凯文蹭一下跑了，回头看我一眼，咋了？哎，你们见过外国人砍价吗？我大胖媳妇去市场砍价，被砍的老板都替她着急。在铁岭，她跟我妈一起去贸易城农贸市场买毛裤，老板开价398，大胖媳妇憋了3分钟，裤子都憋湿了，说378。老板也懵了，这老外好像是懂砍价文化，但是不多。我妈一看给他扒拉一边了，贵，一边待着，80卖不卖？老板一听放松了下来。哎，大姐，你这么砍我就放心了。我刚才以为你领个外国记者来拍真人秀呢。我老公惊了，居然替老板反砍我妈。人家成本下不来的，一条毛裤80 is not okay。我妈说，我看你像看大派来的大窝囊废。我妈说你这胳膊肘子老往外拐呢。我老公说往里一拐，那不脑血栓吗？然后老板说，姐，你诚心买，我诚心卖，你看这样。我妈不由分说，拉着我俩就走。Jamie，我告诉你，砍价这个事儿就2步：一，出价就是对方要价的1/5；二，看对方急没急眼，急眼了就说明底线被掏了，没急眼就说明你给价给高了。你看老板乐呵的，那就是给高了。然后老板就开始往回叫俺。3分钟之后，我妈100块钱买了2条。那一刻，我老公的3观崩塌了。那一刻，他觉得他丈母娘赐予他的不是毛裤，而是从此他行走江湖需要的一双腿。虽然他线下是社恐，不会讲价，一到线上社牛，学到那点知识点，激情四射。第一次进直播间就把功力用错地方。人家直播间美女说：“老铁们，来扣个1，我给你们谈到了价格以后，29块9秒杀。”我老公看着屏幕也不秒杀，开始算。丈母娘的教诲萦绕耳边呢，29块9等于30，然后我只给1/5，30除以5，算了1分钟，最后在直播间打个4块钱。我刚开始还看不出来他是口算还是心算，后来证明了是珠算。我说直播间是不砍价的。再说为什么是4块钱呢？他说30除以5吗？等于4呢？我说文30除以5不是6，而是4啊。他说文我不是老外，而是老铁呀。反正占便宜这事属于他终生所好吧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占便宜这个领域，我婆婆才是鼻祖。但是鼻祖居然到现在都不知道，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为他而生的特殊的文化现象——双11。前几天我婆婆给我老公推荐了一个什么生发膏，我老公说我现在收藏性不买，因为 Double 11更便宜。我婆婆说儿子，你是退化了吧？最便宜的不是7-11吗？7-11吗？然后大胖媳妇就开始文化输出了，然后温迪就疯了。他们娘俩跨着16个时区，一个白班一个夜班，轮着比价。我让我老公给我爸买瓶好酒，我让他搜的是贵州特产茅台酒。我老公这边拼命比呀，我婆婆那边也加入了。第二天早上我一醒来，27条我婆婆的未读短信，说她找到了全网最低价，39块钱4瓶。我说就是铁岭茅台也不至于这个价，你搜的是贵州特产吗？我打开链接一看，还真委屈他了。人搜的时候贵州特产还在，但搜索过程中茅台丢了。我婆婆替我搜到了全网最便宜的老干妈，那确实是贵州特产。我妈看见我大胖媳妇和他妈这样都快疯了，就很不理解。我妈说：“你说我线下讲价就完事儿了，咱咔雷厉风行。你说你俩搭了一整天时间，挣25块钱，你干点啥不好呢？时间就是金钱。”我大胖媳妇早有词。时间就是金钱，但金钱就是金钱。我有的是时间，但是我没有钱。你说我除了工作以外，也很难打工赚外快。辅导英语行业颓废的，开网约车驾照错位的。你别老画那个时间的饼啊 ，time 可能造 money， 也可能不造。我30多年的 time 就没造出很多 money， 只造成了毛发变形。money 也没翻地方，只造成了脂肪肝。我是觉得吧，赚钱不容易，花点时间省钱这个事儿没有毛病。但主要是现在是购物网站的优惠方式，凑单满减膨胀金太难算了。反正就以我这数学水平，最后就是时间也没了，钱也没省多少。所以我觉得省钱还得是东北大妈。她丈母娘除了1/5法，还有淘特兜底法，比来比去还是淘特便宜。想买啥直接就买，搜索的商品只要看到节目表，直接下单就是便宜，还有机会赢免单。双11期间省时又省金，这个 APP 属于实金。哎呦我的妈！省钱比价谁更强？淘特的高，怎么样？
我的婆婆和小姑子们呢，特别想拍一套古装照，因为他们没有古代。加拿大这国家建国156年，他们的古人还都健在呢。加拿大的古人是喝可乐长大的，所以古装照的事儿呢，只有在这儿能实现。于是我们就推进了。然后我呢，本来也是在这一套古装全家福里边的，但是我去晚了。我去的时候，大胖媳妇和温迪已经化上妆了，我就等化妆师腾出手来给我化妆。但是1个小时了，没有人搭理我。我还想这全家福怎么没有人管本宫呢？结果我听化妆师指着温迪和大胖媳妇说：“这老两口子都化完了，现在就剩4个孩子了。”我才明白，化妆师、摄影师以为他俩是老两口子。我的小姑子在奥达拿铁全是他俩的孩子。怎么说呢？祖孙3代人，我爱我家的配置硬拍成了家有儿女。更好笑的是，这儿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导游，这是我接的外团，以为我来要回扣的。我寻思就将错就错吧，我就没加入。但是比辈分更乱的是朝代，大胖媳妇啥也穿不进去。最后人家说有一套皇帝装新买的，给特型演员穿，要不第一次就给他穿吧。于是大胖媳妇就穿上了皇帝的新装，皇帝的新装。但是第一次穿，脖领的扣就崩掉了。先帝创业未半而中扣崩殂，中扣崩殂，而且皇帝稍稍一站立，裤子就开线了。挺君主立宪的，整的。温蒂呢就喜欢皇后装，问我知道你们这儿有一个什么电视剧，就真什么传，里边的女的都穿我这衣服。我说不是，是里边的女的都想穿你这衣服。温蒂说：“那我儿子是那里边的谁呀？”我说：“你叫温蒂，你儿子只能是温实初呗，温实初呗。”然后玛丽莎选了个唐装，尼寇选了个汉服，拿铁和在奥达也各有选择。最后温蒂和大胖媳妇这老两口子带着他们的孩子，6个人4个朝代，2皇帝撞，然后就开始化妆，这个费劲呢。首先皇后她听不懂汉语，说不明白话，还有就是皇后看着是很年轻的，但是因为有点细纹，还有点卡粉，再加上贼白，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盗梦挖出来的感觉。温蒂，你用这个，这娇兰的兰花面霜够滋润，让底妆更服帖，质地柔，抗老硬，长期使用可以淡化脸上细纹，成分特别天然，珍贵兰花成分搭配全株兰花分子萃取科技，从细胞根源促进胶原蛋白新生。我用的是轻的，因为我皮肤油。你干皮可以选丰润型，一直使用，你就是那种最少女的太妃。妆化完了，我们去了现场，可热闹了。小皇帝全程不配合，老皇帝衣服一直崩开。然后拿铁不是有个小清朝辫吗？摄影师一直指着温迪跟我说：“你让老两口子近一点，你让妈妈拉一下儿子的长头发。”温迪说：“我儿子没有头发，没有头发。”后来保安过来说这儿现在规定不让商业拍摄了。我说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事儿啊。那影楼接这活的时候也没跟我这个导游说呀。但是没办法，我说那行吧，温迪不让商拍，咱就得回家了。但是温迪坚持，我租了衣服，就算不让我拍照，没到点我也不脱。我毕竟租了2小时，哪怕是纯溜达，我也再穿10块钱的，再穿10块钱。但是很快就有了一个小群体围观他们，我以为是他们很火呢，其实不是，这些人都以为这是景区有表演的。我在旁边站着，好几个大姐过来找我，跟我说：“给我拍一个，我扫你还是你扫我呀？”我才发现不止化妆摄影，就这儿的游客也以为我是导游。我就想说，你们都是怎么想的？当然是你扫我了，当然是你扫我了。哎，你们知道我大胖媳妇的人生梦想是啥不？就是能够进入温斯敏斯特宫，也就是咱们说的英国议会大厦。你们可能看过他们开会，就基本以干架为主，就是英国夕阳红版本的奇葩说吧。他一直梦想着进入这个议会楼，为这事儿呢也没少念书，没少努力，这些年一直申请这类的工作，最后终于拿到了能达到这个梦想的 offer， 就是英国环境保护部门的一个高级政策顾问这么个工作。哎呀妈，当时拿着 offer 的时候给俺俩乐的哈，就那个时候的我不是张彩玲，不是张博主，我是1.53米的小贤妻加上小良母，吃着臭炸鱼配着马铃薯，等着老公当议员把我来滋补。不过即使我是议员的夫人，也不耽误我从奇葩说片场往家顺东西。不过没事，我观察了，看别人也往家花了。offer 终于拿着了，部门听着也挺好，反正环境保护这类的活我听着是挺高大上的。参与铁岭臭氧层子的修补，安排殉情傻狍子的归属，督促佛系大熊猫的繁衍，鉴别已故霸王龙的公母，基本就是这是我想象的活儿。结果真正拿到手的活儿呢，说起来挺好听，实际上就是玩塑料袋儿。但是玩塑料袋也不是那么好玩的呢，在玩之前你还得接受这个漫长的安全背景调查，就是调查你这个人有没有安全隐患，可不可以出入就政府办公大楼。经历了漫长的好几个月，这调查才过，就证明了他这个人除了老挨打没有啥安全隐患。结果呢，疫情爆发，所有人都搁家办公，完事儿你们也都知道，前一阵直接咔嚓就失业了嘛。哎呀，就感觉他离他的梦想好近呐，结果最后连这议会大楼的门都没摸着，倒是没有隐患，直接成为了幻影。所以心碎在红尘，可怜追梦人，只恨命运你是不回家的人。完，他当时在家办公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录短视频嘛。完，他这边工作慢慢找到感觉呢，我这边也开始慢慢收获粉丝儿。然后去年盛夏，
就是收到了奇葩说的邀请嘛，我乐颠的我就回来了嘛。结果回来之后发现自己没有那大能耐，哎呀，在青岛待那个14天，就天天在宾馆看着我女儿视频，搁那呜哭，哭的人家工作人员把我的小猪佩奇的橡胶水果刀都给我没收了嘛。然后我现在因为这个特殊的造型嘛，我就喜欢把这个电脑放到床上，然后我跪在床边写稿，这样我不约的上，我要不我难受。结果有一次我妈出去给我买饭，回来看我搁那跪着写稿呢，哎呦我的妈，戏这个多呀，啪嚓也跪地下了，抱着我就开哭，咏叹着白天不懂夜的黑，要强的女人多伤悲，给我整一愣一愣的。我寻思我也没咋地呀，那你要不然不也得写稿吗？所以今天人家让我聊聊梦想这个主题，我都不好意思。我自从回国以后，我发现就身边的人都太拼太努力了，我跟人家一比，我就肚脐眼外翻翻的比较努力。我只是说这个孕妇的造型给人一种我好拼的一种错觉。我记得有一天我跟熟人姐battle之前，她马上要上场了，从卫生间出来，结果地上有水，啪嚓拽那儿了，当时脚就崴伤了。所以马老师有多抠，就拖布都不买。完当时俺俩一块入场嘛，她脚疼往前撅着，完我怀孕往后仰仰着，俺俩老像那个就是唐伯虎点秋香里的那俩人叫啥了，忘了叫啥了，反正就是一瘸一拐的，俺俩就一块进去点秋香去了嘛。然后他这一边往里走，他的助手就在他的脚踝附近哗哗哗一顿猛喷那云南白药。所以要说熟儿姐还是有钱，就是能喷了至少70多千瓦的白药吧。最后俺俩就特别像这个唐伯虎点秋香里这俩人，带着干冰效果架着雾进去的。我的意思呢，就是大家都太努力了。所以现在虽然我也想我这大胖媳妇和我女儿，他俩也想我和这个要出生的老二，但是呢也没啥可后悔的，我就够幸运的了。这奇葩说方便面咱说也往家划了至少1沓了，那我大胖媳妇折腾那么长时间，一回大楼1瓶矿泉水1袋方便面也没划拉着啊，梦想就戛然而止了。今天哭泣的小红唇，以后有序的小灵魂，今天那点小无奈，10年后的下酒菜们。所以呢，我和我失业待养的大胖媳妇，我家翟耀达还有这个老二，祝大家在牛年里，在追梦的路上，喜欢谁就大声讲，惦记啥就大胆想，少听魑魅与魍魉，想要就去想。就像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说的嘛，不管梦想多奇葩，一口一口实现它。